遥想过去，科佛等人刚刚流落到地球上，选了一栋降价出售的滞销级宅安家。这群外星难民其实也有过雄心壮志，要在地球干一番大事，至少在大陆中央建造一栋豪华科技塔。可惜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世事辛酸磨平了棱角，人情冷漠凉透了热血。很快他们就累了，躺平摆烂了。在寒酸的社区偏安一隅，房东出售这栋房子时还附赠了一台电吉他。外星难民们本来还想组建乐队，结果却是让吉他吃灰。艾伊莎像保姆一样，一直尽职尽责地照顾他们的生活，维护太空船，调解家庭纠纷，当孩子们的知心大姐姐。一年又一年，无数闹剧在这栋宅子里上演。哪怕只是个超级电脑，艾伊莎也感觉有点累了。没有寇佛等人在的日子，对她而言就是好日子。她要享受自己的人生，不能喝咖啡也要挑剔咖啡豆的质量，摸不到任何东西也要把飞船打扫干净。她还在偷偷搞网恋，和一个叫凯文的男人聊得火热。他们通过视频，凯文知道艾伊莎的真实身份，这就让这段恋情有了开花结果的可能。艾伊莎和凯文聊得正起劲儿，寇佛等人又闯进飞船，因为一件家庭琐事找到评理。小雷因为嫉妒弄坏了杰西的玩具，寇佛要男人自托亲吻泰瑞的脸，因为他打赌输了。艾伊莎长叹一声，这群人无聊的生活就是他最大的噩梦呀。夜晚笼罩着强世界，百夫长带着新兵沿墙中墙巡逻，他们对结束的信仰无比虔诚，因为救世主的身影驱散了墙中墙对面的怪兽。那群没有信仰的野蛮生物只想推翻墙，杀光虔诚信徒们。墙上挂满了亵渎神明者的脑袋，百夫长保持着万分警惕，守卫们严密看守这合法跨境的唯一管道——乔厄派检查哨。这一哨任的名字来源于杰西赐予强世界居民天降巧克力谢雨的品牌。镜头一转，艾伊莎在辅导杰西做功课时，凯文忽然发来消息，邀请他进行第一次线下约会。杰西咧嘴一笑，开始吃瓜。艾伊莎猝不及防，有点慌乱。凯文是个高薪白领，曾经和他制定过旅行计划，要畅游五大海，怎么突然要求提前见面了？杰西坏坏一笑说，凯文可能是想先验验货，男人都是视觉动物。他现在就要动用换装蒙太奇的力量帮艾伊莎打扮。艾伊莎就是一个光球，再怎么打扮也走不了性感路线，最多 cos 宝可梦。小雷撞见这一幕，毒舌地说出了事实：凯文是个普通人类，艾伊莎是个超级电脑，这感情注定走不长远。别说跨物种了，艾伊莎连物种都不算。这番话砸了艾伊莎的心。科夫和泰瑞又在为打扫卫生的事争吵，艾伊莎心生退意，想借口家里事太多不去赴约。杰西极力劝她不要放弃。离开他几个小时而已，他们一定能好好活着，不作死。艾伊莎长叹一声，怀着忐忑又纠结的心情前去赴约。强世界这边，一名数据检测员在食物冷藏室里检查莓果面包屑时，忽然发现了不对。Oh my Jesus！ 墙内正在变冷。杰瑞在强世界里摆地摊，卖杰西神像和蝴蝶结圣物。检查员急忙跑去跟他说有大情况，全世界每天都会下降0.5摄氏度，这样下去，再过2个月，强世界就会变成冰天雪地，到时候大家都会死。杰瑞丝毫没有醒悟这事有多严重，只顾着担心墙中墙对面的异端打过来。据说那些野蛮生物喜欢攻击后庭，不仅残忍，而且变态。检查员想把这事汇报给秀秀修女，想见秀秀修女，必须先过百夫长这一关。他拜托杰瑞帮自己走关系。艾莎本来想用虚拟成像变出漂亮的脸蛋和凹凸有致的身材，至少视觉上满足凯文，但杰西认为他这样不对，应该让凯文爱他真正的样子。艾伊莎刚刚赶到公园，家里就出事了。为了不干家务，寇佛改造了清洁机器人，想让他做更多事儿。不料一不留神，清洁机器人产生了自我意识，在家里为所欲为，要杀人。杰西生怕艾伊莎放弃约会，一个劲儿说家里啥事都没有啊，要豁出命来硬撑。艾伊莎心里这个烦啊。忽然一辆小黑跑来，对着一辆共享单车说：“艾伊莎 ，You look beautiful。”凯文一见面就开了个小玩笑，顿时活跃了气氛，让艾伊莎心情放松起来。两人开启了约会蒙太奇，泛舟荷花池上拍大头贴，唱卡拉 OK， 甚至凯文还即兴演奏了水浒桶，整幅画面充斥着厉害的酸臭味。艾伊莎整个球都是粉红色的，她对凯文非常满意，觉得他风趣幽默，多才多艺。一人一球逛遍公园，情到深处打算线上初吻，结果家里那帮不省心的外星人关键时刻又来打岔，大喊艾伊莎 help！ 清洁机器人准备将小雷大卸八块，寇佛说好了要自己解决问题，结果却是机器人无人能挡，现在要自封为王。从这个破宅，他开始征服地球的第一步。艾伊莎用慈母般柔和的声音问：“我现在有一点点忙，你能不能再忍一下，雷宝？”小雷带着哭腔大喊：“我忍个嘚儿啊！”为了尽快结束这场约会，他告诉艾伊莎，寇佛人肉了凯文，发现他1个月前失业了，根本不是来出差的。艾伊莎一听这话，急忙去问凯文，凯文没有反驳。艾伊莎开始有点幻灭了，原来这个完美的白马王子并不是满嘴实话呀，他还有什么在骗自己？凯文又说，畅游五大湖的旅游计划也泡汤了。艾伊莎想起了小雷的那句话，他是超级电脑，凯文是普通人类，所以他们没有未来。他觉得凯文恐怕只是玩玩而已，一怒之下转身离开。
跟这种渣男浪费感情，还不如回家给那帮惹祸精当保姆。走到半路上，艾丽莎忽然撞见一家服装店的橱窗里那些身材凹凸有致的假人模特，她思来想去，始终舍不得割断这段感情，想着也许自己用虚拟神像变成美女，就能和凯文收获完美爱情。艾丽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回了头，凯文却像杰西说的那样，表示自己只喜欢他原本的样子。艾丽莎非常感动，也愿意听凯文解释。凯文说自己快要死了，没有未来的他如何给予别人未来？他小时候住在乡下，经常在老家后院的池塘游泳，谁料想附近有一家史多福的馕米工厂，偷偷把废水排进了池塘里，导致他患上了绝症，肺里塞满了馕米屑。医生说他活不过下一个感恩节，他要把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用来陪伴艾丽莎。可惜时光短暂，他们来不及畅游五大湖了。艾丽莎又难过又感动，刚刚献出初吻，惹祸精们又传来视频，清洁机器人勾肩搭背，把库弗四人控制在镜头前，他们挤出假笑，说家里什么人都没有，清洁机器人是外星人最好的朋友，让艾丽莎好好约会，最好一辈子别回来。艾丽莎长叹一声，这个家是真的离不开他呀。她决定先和凯文好好完成约会，途中建议他死前把意识转移到他家的吸尘器里，这样他们就能一直在一起。凯文婉拒后，艾丽莎给他植入记忆，在这段虚假的记忆里，他们完成了畅游五大湖的旅行，但毕竟人皆殊途。凯文约完会，决定和艾丽莎分手，回家慢慢等死。艾丽莎表示，虽然他们见面只有白天，但超级电脑对时间的算法和人类不同，100年可以是1秒，1秒也可以是100个世纪。这段爱情不是中途夭折，在他看来是寿终正寝。他这煽完情，正准备回家收拾机器人，对方却忽然发来视频，说他本来打算走机器人征服地球的老套路，但这几个外星人太难伺候了，随便世界咋样嘛，他累了，要搬去爱荷华州写一本美国机器人小说巨作，拜拜了您嘞！艾丽莎霸气的回到家里，让野心机器人崩溃的外星人们被他一声老妈子怒吼，瞬间征服。另一边，杰瑞带着检测员去见了百夫长，检测员说出情况，希望他能汇报给秀秀修女。百夫长却说这是一派胡言，威胁他把这事儿烂在肚子里，否则下一个挂在墙上的脑袋就是他的了。检测员心有不甘，认为百夫长有意阻塞审庭。贤明的秀秀修女知道真相后，一定会采取行动拯救强世界。秀秀修女每周都会出城一次，捧着圣婴结苏，向信徒们赐予满满银尿布的祝福，并将圣翔涂在信徒的额头上，祝福他们。愿蝴蝶结与汝等同在。检测员混在护卫之中，等秀秀修女关闭城门回宫休息时，他勇敢地扑向御阶，说出真相。秀秀修女不过是个虚伪的统治者，她甚至一点都不爱圣婴，每次利用完就关进了笼子里。她支开旁人，单独将检测员带到卧室里密谈，最后说出了真相。原来杰西和小雷寝室的空调控制板就在他的房间里，一直是他在偷偷降低强世界的温度。他这么做是为了统一强世界，虽然他们小的只有芝麻大，但秀秀修女的野心依然不得满足。百夫长将检测员灭口后长叹一声，暗暗表示自己已经受够了这种局面。修女是吧？等着瞧。以上就是《外星野难民》第4季第3节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妮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。